大家好，我是大叔大。上节课我们聊了后端体系，知道了 Docker 后端是最推荐的杀箱方式。今天接着这个话题，专门讲讲 Docker 杀箱怎么安全运行。本期会覆盖杀箱原理、目录挂载、权限控制，还有性能优化这4个方面。先说为什么需要杀箱。OpenHands 的 Agent 会在系统上执行代码，编辑文件，启动服务。如果直接在数主机上跑，出点意外怎么办？没有杀箱的话，Agent 误操作可能直接修改系统文件、删除数据，甚至安装恶意依赖，整个开发环境暴露在风险里。有了杀箱就不一样了，代码在隔离的 Docker 容器中执行 ，Agent 碰不到数主机，出了问题直接销毁容器，什么都不留下。具体的好处有3个：风险隔离，容器嵌套 ，Agent 在容器内再套一层，双重隔离；环境复现，每次任务都是全新容器，前后不污染；还有一致体验，团队用同一镜像，再也不用担心那句我机器上能跑。Docker 杀箱在 OpenHands V1 中是默认且推荐的方式。Agent 服务在容器内启动，所有命令操作都在容器里完成。架构是这样的：数主机系统上面跑 Docker Engine，Docker Engine 里面再拉起杀箱容器 ，Agent 的代码执行、文件操作全部在容器内完成。数主机只暴露必要的挂载目录。隔离靠的是 Linux Namespace 和 Cgroup S 这2个机制，实现了进程、网络文件系统的完全隔离。生命周期上，每个对话创建新容器，结束后自动销毁，状态不残留。简单理解就是给 Agent 安排了一个独立的工作间，它可以在里面随意折腾，但带不走你的任何东西。干完活直接拆掉工作间，干干净净。OpenHands 支持3种杀箱提供方，各有各的适用场景。Docker 杀箱是我的首选，隔离信号，可复现，跨机器一致体验，不过得提前装好。Docker Process 杀箱启动极快，不用 Docker， 但没有容器隔离。Agent 可以直接操作，数主机不太安全。Remote 杀箱远程执行，不占本地资源，适合团队协作，但依赖网络连接。切换方式很简单，通过 Runtime 环境变量控制。Runtime 等于 Docker 是默认的，改成 Process 或 Remote 就切到对应模式。本地开发还是 Docker 杀箱最稳妥，需要快速测个东西的时候才切 Process。接下来说目录挂载，要让 Agent 操作本地代码，就得把代码目录挂载到杀箱容器里。有2种方式，一种是 CLI 启动时加杠 mount CW 参数，自动把当前目录挂载进去。命令很简单 ，OpenHands serve mount CW。另一种是通过 SANDBOX volumes 环境变量精确控制挂载点和权限，设置成 pwd /workspace -rw。挂载模式支持 RW 和 RO 2种。RW 是读写 ，RO 是只读，挂载到/workspace 的目录。如果是读写模式 ，Agent 就可以直接修改代码文件，所以敏感目录用 RO 只读挂载，既安全又灵活。权限控制决定了 Agent 能在容器内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默认限制有这几条 ：Agent 运行在非 root 用户，无法访问数主机进程，容器内文件系统隔离，网络默认受控。挂载权限方面 ，RW 可读写挂载目录。RO 只读挂载目录，没挂载的目录不可见，数主机文件也访问不了。安全建议很简单，只挂载必要目录，敏感目录用 RO 挂载，用完销毁容器，还可以自定义镜像加固。说到底就是最小权限原则 ，Agent 只需要能读写的目录才挂载，不需要的一律不给，这样哪怕 Agent 行为异常，损失范围也能控制住。性能优化方面 ，Docker 杀箱不是银弹，配置合理了才能既安全又高效。先说镜像优化，用轻量基础镜像，比如 Alpine， 启动时间能快不少，也可以自定义杀箱镜像，预装常用工具，省得每次现场安装。举个例子 ，rmpython 3.12 slim， 然后 rmpip install no cache dear OpenHands， 然后是容器复用，高频任务可以考虑复用策略，减少创建和销毁的开销。不过注意，复用的代价是隔离性会降低。第3是资源限制，通过 Docker 的-memory 和-cpus 参数限制杀箱资源占用，避免 Agent 把系统资源拉满。轻量镜像加上目录，只读挂载，加上资源限制，这套组合拳在大多数场景下都够用了。最后总结一下，重点有4条。Docker 杀箱是默认且推荐的运行方式，通过-mount CW 或 volumes 挂载代码，最小权限原则控制挂载目录，轻量镜像加资源限制提升性能。3种杀箱提供方的选择也记住了。Docker 本地开发首选 ，Process 快速测试用 ，Remote 环队托管。掌握 Docker 杀箱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Agent 把系统搞崩了。感谢观看，我是大叔大，后续会持续更新，下期见。